每一个爱吃的人，他们家里头一定有一个特别会做饭的人。在我们家呢，这个人就是我姥姥，我是被她带大的。我觉得我对美食的喜爱就是从她开始被慢慢唤醒的。她是一个用勤劳把日子过得很得体的人。我小时候住20平米的平房，非常小，但是家里头永远干净整齐。每到周末节假日，家人都回来聚餐，最多的时候11个人坐在那小屋里头，一大桌子菜。味道就是维系亲情的一种方式。讲究吃的人啊，一定对自己是好的，无论什么样的时代，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他都会用味道来治愈自己，用烟火气来温暖家人。每顿饭都不凑合，这就是善待自己，这就是对生活不敷衍了事。老太太呢是个农村妇女，但是她还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。比如说当年肯德基刚进中国的时候，那得30多年前了吧，当时我才几岁，我们家人带我去吃的时候，我都没概念啊。那个北京前门嘛开的那第一家店，后来呢家里人就给他买回去了，然后他就特别爱吃那个就最经典的那个，现在咱们叫吮指原味鸡，就是那鸡块啊、鸡腿什么的，还有那土豆泥，他都很喜欢。然后可口可乐啊，他不喜欢喝，但是他喜欢喝雪碧、芬达、北冰洋都喜欢。后来呢还喝起了咖啡啊。开始喝速溶的，然后就开始喝现煮的，那喝起来那非常过瘾。就你能想象一个老太太盘腿坐床上，手里拿一杯咖啡，这里边还放了奶油，跟那喝的，就稀溜稀溜的喝呀，就是喝起来带湿啊，特别享受。我有一次呢，就去给她扫墓，我还特意的给她煮了一杯咖啡，放在保温杯里给她带过去了。在他生命最后几年呢，其实受疾病的折磨，走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痛苦的。当时呢，我也没有能力去照顾他。他算是我接近不惑之年之后第一个离开的亲人，所以呢，当时给我的感受还是很复杂的，就还是有很多遗憾吧。其中一个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够把他的很多手艺学来，把这个味道传承下去。其实人生的很多片段啊，我觉得都是在不断重演和复刻的。比如说现在我给我女儿做饭，然后她就会说爸你做的太好吃了，向我竖起这大拇指给你点赞。那一刻我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就我姥姥当年在面对我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她的感受也是一样的。毕竟味道呢它是有记忆的，所以有时候我就突发奇想，我觉得我要还原她带给我的那种味道的记忆。最近呢我就特别想她做的那个茶叶蛋。其实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吃过各种各样的茶叶蛋，什么台湾日月潭的那个网红阿婆茶叶蛋等等的，我觉得都不是那个味儿。所以我要把我姥姥的茶叶蛋给它还原出来。今天咱们就做10个吧，做好了够吃几天的。先把鸡蛋外壳清洗一遍，最好用百洁布或者刷子。鸡蛋买回来存家里，不到吃的时候不要清洗。我专门有期短视频介绍过这个。鸡蛋有保护膜，那个膜洗掉了，脏东西就容易从蛋壳进鸡蛋里头，这鸡蛋就变质了。有些品牌的鸡蛋，这蛋壳是在工厂里清洗干净以后，再喷一层人工的保护膜，这个相对要干净些。锅里放凉水，开火，鸡蛋放进去，中小火慢慢的烧开了，然后再煮个2分钟，捞出来。这个步骤啊，是让鸡蛋表层先熟了，后面呢就不容易爆开了。而且给鸡蛋进行了一次高温杀菌消毒，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做后面的操作。鸡蛋冷水清洗一下，降降温。家里的擀面杖拿出来，咱们没有擀面杖的啊，大概其有个能敲的玩意儿，反正我也不知道您家里有什么神器，能用就行。我们轻轻的把这鸡蛋壳敲出一些裂纹来，注意啊，别敲太多了，太多了后边就容易爆了。鸡蛋底部在桌面上这么磕一下就成了，它里边是空的。这样鸡蛋更容易入味儿，而且能够形成漂亮的大理石花纹。下面就到了最核心的配料环节，先给大家看一看我的厨房军火库。当当当当，闪亮登场！还有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呀。我一共选了9味香料，干辣椒段，干辣椒段不过油，不会有什么辣味，主要是借它一个香味儿。小茴香、香叶。这是陈皮，花椒要适量，大料有1颗就够了。这是丁香，2粒足够了，千万别多，这个玩意儿味儿特冲。还有冰糖和桂皮，把它都装到袋子里。
固定好。茶叶我选的是红茶，还有茉莉花茶。茉莉花茶是老北京人最喜欢喝的茶。以前我姥姥做茶叶蛋也是用茉莉花茶。我们取红茶的一些它的茶汤的颜色，还有茉莉花茶的香味儿，也是把它鸡蛋，然后开火，依然是中小火，把鸡蛋再放回锅里，料包和茶叶包，这个盐呢多放一点，因为这个它要通过壳浸泡这个鸡蛋啊，不怕咸，汤水轻一点。2块姜，老抽来一点，生抽，蚝油，盖上锅盖，先等它开锅。开锅以后注意火候啊，不要很剧烈的沸腾，有点翻腾就可以了。这样煮出来的鸡蛋口感也好，也防止爆壳。水开了之后再耗个7、8分钟就关火焖着它。这个茶叶蛋要少煮多焖，最好是过夜。明天早上再吃，那就充分的入味儿。这个淡雅叶啊，花味啊，然后整个都熟了，很有弹性。你尝尝看啊。是这个味儿，但我觉得我比我姥姥做的还更好吃一点。咱们这个茶叶可以用红茶、乌龙、黑茶、普洱等等的，就看个人的喜好了。我今天教给大家的是种有点笨，但是很保险的做法，翻车概率少，而且给自己家人做，那就得精细点。用这种做法，您要是做买卖呀，那就得赔死了。